大家好，我是瓜皮儿，本期带来《X 战警3：背水一战》。20年前，老基友查尔斯和艾瑞克创立学院不久，他们来拜访一位特殊的学生秦。秦的父母也将孩子的超能力视为疾病。第一次见面，秦就表现出了自己的能力，他读出了查尔斯的想法，两个人开始意念传话。而他的力量远远不止如此。秦很随意地让汽车悬浮了起来，神秘白发老人的水管都被反了牛顿。为了让秦不被力量反噬，老家伙决定带他回学校。而10年前，天使亚伦逐渐长出了翅膀，这让他制药世家的老爹难以接受。现在的时间线 ，X 战警正在模拟训练，训练中，波比和凯蒂也变得十分默契。淡定的狼叔点着雪茄，刚力士将他扔出去后，结束了战斗。下课之后，淘气也吃醋波比和凯蒂的肌肤接触。镭射眼沉浸在失去秦的日子，一蹶不振，胡子拉碴，显得异常的颓废。他总能听见秦在呼唤他，思念之心让他启程找回爱人。政府也已经成立了变种人事务部，部长就是野兽汉克。总统召开了紧急会议，艾瑞克想要发起战争，瑞文也在行动中被抓捕。总统告诉汉克，瑞文从制药集团偷走了一份文件，而里面的孩子吉米拥有抑制变种人的基因。查尔斯依旧教育着学生们，他紧急下课来见心事重重的暴风女。如今变种人已经成为了合法的公民，暴风女不希望他们继续躲躲藏藏，而查尔斯希望有一天暴风女能够接替他的位置。因为镭射眼一蹶不振，他已经不适合继续教学了。汉克特意赶来告诉他们，瑞文已经被捕和艾瑞克的下一步计划。狼叔见面就叫人家是毛球。政府已经准备开始利用吉米制作解药，他们想要根治变种人的基因。而同时，制药集团已经召开了解药发布会。曾经就试图让自己恢复人样的汉克有些动摇了。狼叔认为他在为政府卖命。野兽剑刚狼针尖对麦芒。野兽讥讽狼叔是孩子，说在他没有长出爪子的时候，自己就在战斗。这句话让活了将近200年的狼爷一脸的懵逼啊！变种人齐聚一堂，他们决定反抗政府。艾瑞克闯来，展开了一番场面的演讲。他组建了保护变种人的兄弟会。约翰不负众望，投靠了老万。几个不服气的变种人对他有异议，他们的能力非比寻常。为首的夜行女拥有超音速的速度，以及感知所有变种人的能力。这种能力恰好可以帮助艾瑞克救出瑞文。汉克来到了制药集团，见到了吉米。进入范围的一瞬间，他的手逐渐恢复，这让汉克感到欣慰的同时，又有些犹豫。另一边，镭射眼再次来到失去秦的湖面，脑中的声音变得愈发激烈。他失控地摘掉眼镜，发泄了一番，而秦也同时出现在他面前，但他已经不再是秦了。被凤凰吞噬的秦力量强大到可以控制镭射眼的大脑，让他可以睁开双眼。拥吻下，镭射眼也付出了代价。这份力量让所有人察觉到异样。来到湖面后，镭射眼只剩下了一副眼镜，而秦倒在地上昏迷不醒。查尔斯告诉他们，秦的力量保护了他没有失去生命，他是唯一一个5级变种人。在他小的时候，查尔斯就已经设置了心灵围栏来抑制秦的力量，但现在凤凰之力已经觉醒，秦的身体里拥有2个人格。查尔斯为了不释放凤凰，只好再次限制了他，而狼叔再不同意也没有办法。制药集团已经遭到了变种人的抵制，为了证明解药的功效，他选择让儿子亚伦优先恢复身体。可亚伦最终不敢改变自己，挣脱了束缚，他跃下大楼，飞上了天空。同时，老万已经追踪到了运送变种人的车队。呆萌的表情下，他拦住了卡车。瑞文告诉了艾瑞克，没有基米，人类必输无疑。他们放出了分身人以及红坦克，装有解药的针剂已经瞄准了艾瑞克。瑞文挡下了这一针，自己因此暂时失去了变形的能力。没有基因的瑞文因此失去了利用价值，被艾瑞克抛弃。汉克为了药剂与总统争论不休，他最终选择了保护变种人。狼叔静静地陪伴着昏迷不醒的秦，正要接触时，秦醒了过来。镭射眼凉了，狼叔名正言顺地和秦发生了关系。当狼叔发现了他是凤凰时，他选择了放弃激情。秦已经完全无法控制自己，最后的意识祈求狼叔杀掉自己，而凤凰立刻现身，打晕狼叔后离开了学院。与此同时，夜行女也感受到了秦的力量，艾瑞克也准备拉秦入伙。教授带着狼叔再次来到了秦的家，但这次他与艾瑞克已经是形同陌路。教授希望能够帮助秦，艾瑞克却想利用他的力量，双方势力展开激情的斗殴。凤凰的力量导致周围的一切反起了牛顿。查尔斯试图呼唤真正的秦，而凤凰早就已经吞噬了他。狼叔艰难地前去阻止，却为时已晚。
查尔斯在凤凰的绝对力量下灰飞烟灭，艾瑞克最终拉拢了琴，加入了组队。教授的死让狼叔悲痛万分，大家都无法接受查尔斯的离开。波比来安慰凯蒂，两人溜起了冰。波比一生致力于用超能力泡妞，而淘气看见后气成麻瓜，决定离家出走。无法肢体接触的他感受不到爱，狼叔希望他去做自己认为正确的决定。起义即将开始，艾瑞克在能够控制一切的琴面前变得略显弱小。亚伦来到了学院，想要得到一份庇护。现在狼叔的脑海中也开始出现琴的声音，他想去寻找自己认识的琴。艾瑞克已经展开袭击，他警告人类，只要解药有一天存在，你们一定得不到和平。人类与变种人的战争已经被打响了，所有的军队都装配有药剂枪支。狼叔寻找琴的路上遭遇了兄弟会的袭击，皮来皮去的兄弟会也只有被狼叔挠的份儿。他试图挽回琴，然而克星老万又控制了狼叔，将他赶了出去。X 战警人数不够，他们只有6个人，而他们要对抗的是一支变种人军队以及最强的变种人琴，这足以让他们齐心协力。艾瑞克已经带领着大部队骑着桥飞向了吉米所在的岛屿，这场面人的坐骑有点别致啊！人类军队奋力抵抗变种人炮灰 ，X 战警赶到战场，最终保护人类的却是他们最讨厌的变种人，这他妈有点讽刺啊！狼叔带人赶到，场面瞬间逆转，红坦克受命杀向吉米。凯蒂立马前去阻止，面对一个能够恢复的变种人，狼叔踢碎了他的蛋蛋，耿直红坦克被耍得一愣一愣的。2个野兽并肩作战，老万最终决定出手，速战速决。与约翰的配合攻击下，军队迅速瓦解，只剩下 X 战警。狼叔想到了一个骚主意，波比与约翰终于展开了冰与火之战。然而半途辍学的约翰败在了坚持训练的波比手中，而狼叔在暴风女的掩护下，再次被刚力士丢了出去。尽管艾瑞克阻止了他，但这只是计划的一部分。野兽将解药注入艾瑞克的体内，全军覆没，只剩下琴。人类的支援激怒了凤凰，军队在凤凰的面前化为灰烬。凤凰之力再次觉醒，狼叔的自愈能力让他成为唯一一个可以阻止一切的人。狼叔艰难地靠近了他，他愿意为了琴而死。最后，他伸出了钢爪，刺向了自己所爱的人。狼叔阻止了凤凰，也失去了爱人。学院将琴与镭射眼葬在了一起，永远地陪伴在了教授的身边。淘气也重返学院，他已经注射了解药，与波比重归于好。总统再一次为变种人发声，狼叔也迎来了短暂的和平。艾瑞克发现自己的能力并没有因为药剂而失去，而查尔斯则把意识传输到了孪生植物人兄弟的身上。查尔斯并没有死，艾瑞克依旧拥有超能力，被丢弃的瑞文也肯定恢复了能力。这一切都是为了逆转未来做铺垫的。本期节目到此就结束了，欢迎关注订阅瓜皮的栏目，下一期金刚狼2不见不散。